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优秀拳种之一，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但实战却一直很拉胯。到底是被影视剧神化了，还是真有拳种独特的实力？太极拳的起源目前主要有2种观点。比较主流的一种是发源于陈家沟，由明末清初武术名家陈王廷伯采众家之长，并借鉴儒道思想和中医理论所创编的拳法体系。另一种说法是认为，在他之前早就有太极拳的雏形，从南朝开始，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至清中叶，历经多代武术名家，包括陈王廷及其传人陈长兴等，而渐渐发展形成的。其实这2种观点也并不完全矛盾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从陈长兴以后，太极拳的发展脉络是清晰的。陈长兴是继陈王廷之后，陈氏太极拳第6代传人，他的拳械功夫高超，著有《太极拳10大要论》等。他打破只传授拳法给陈氏子弟的规定，收杨露禅为徒，使太极拳从此得以发扬光大，威震海内外。由此，太极拳除了陈氏，还发展了出杨氏、武氏、吴氏、孙氏、何氏太极拳等分支。其中，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自陈家沟学成之后，来到北京，被聘请为齐营的武术老师，并开馆授拳，闯出了杨无敌的称号。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看过他习武后，忍不住赞叹他手部动作像运球，全身像一个太极体，并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杨露禅，手捧太极镇寰宇，胸怀绝技压群英。从此，杨氏太极拳名满天下。而吴氏太极拳也有精彩的故事。1954年，其传人吴公仪以52岁与武术名家32岁的陈克夫进行了一场世纪擂台战。吴公仪竟力压年轻对手，将对方打出鼻血，还不落下风。原来，他的祖父吴全佑曾经随杨露禅、杨班后父子学拳，是一代名师。他的父亲吴健全将拳法推陈出新，开创了吴氏太极拳，并在1915年时曾击败过一名叫威廉的美国大力士。而吴公仪本人也在1933年击败过俄国大力士朱某。还有孙氏太极拳的创始人孙禄堂，他最著名的一战是在1920年和日本大正天皇亲命的高手板垣一雄的决斗，时有记载蒋先生轻取之。而且这位日本高手的确在此战以后对他十分折服，甚至想出钱拜孙禄堂为师。那么，曾经名家辈出的太极拳，如今怎么被人称为花架子了？这大概是人们心存一些误解。初练太极拳时，要求动作舒展大方，这是为了帮助初学者理解和体会换劲、缠丝等要领而设计的。而且，在现代武术套路比赛中，想要的奖牌就得打得好看，动作就要大开大合，难免好看不中用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太极拳的积极发展，并误导了学拳者。甚至为了能够推广太极拳，降低学习难度，帮助更多人强身健体，益寿养生，拳师们也不得不对传统拳架进行简化设计。于是，大家在公园里看到老人们所习练的太极拳，大多是太极操。那么，太极拳还能实战吗？太极拳本身是具备实战性的，平时慢练，但在实战中需要快打。正如陈长兴所著的《用武要言》说的那样，发手要快，不快则迟误。它不是一味慢，而是快慢相间，当快则快。而且，太极拳是内家拳，并被誉为哲拳，对习练者的心性和文化素养要求也很高。习练者除了练习时要心神合一、意气相连，还要有中华传统文化阴阳太极的辩证思想，在熟练套路的基础上，才能懂得刚柔相济、四两拨千斤等技法的奥妙与深意，进而运用在实战当中。武术应运时代而生，过去的年代主要靠它上战场杀敌保镖，行走江湖没有实战功效，早就淘汰在时代的潮流中了。而到了现在，这种武力逐渐淡化，更多的需求是养生、强身健体，所以不是不能打，而是人们对于它的需求变了。总之，太极拳历经几百年流传至今，
对于普通大众，它的养生意义大于技击的用途。习练太极拳能够舒筋活络，还不会累得气喘吁吁，对人体消化系统、心脑血管反应和身体协调能力都有益处。连钟南山院士也在疫情期间建议大家练习太极拳提升免疫力。所以跳操能和它相比吗？它能不能益寿延年呢？相信大家有自己的判断。